这2天因为在台湾疫情的关系的影响，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台湾几乎是不太关注这个讯息哈。其实是悲剧正在发生，还在发生。没有错哈。除了少数的一些深度报道之外呢，我们看到几乎大部分的媒体都是轻轻带过哈。我看到它的这个点阅数也是很低，不太有报道。但是这个实在是我觉得不能不谈哈。是。我们都说现在是人类跟病毒的战争，但是在地表的另一头，这场残酷的战争呢，目前你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它正在进行，而且这个死伤惨重。对，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呢，在1948年建国以来，哈，这个巴勒斯坦人就沦为难民。从此之后呢，这个中东变成了一个火药库，中间爆发了太多的冲突，太多的战争。当然，这个过程很复杂，今天时间也来不及讲。我想先讲一下，到此刻为止呢，为什么这次战争，这次的冲突会爆发？主要是呢，以色列去强拆了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聚集还有居住的区域，结果就爆发了这个警民冲突哦。当然，这个部分呢，美国也有些角色，但是我们先不谈美国，我们先谈一下这场冲突有多么残忍，双方几乎是杀红了眼啊！哈，到现在为止呢，上千人死伤，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半数都是妇孺哦，孩童，光是孩童到我们今天这个播出为止，大概就死伤了60-70位无辜的孩童哈，还有包括一些平民等等。那么死亡的200人啊，其他受伤的不计其数。以伤亡来讲呢，当然是巴勒斯坦比较惨重，对啊，以色列是也有一些，对，大概10几个人吧。对，以色列不多哈。那么有多惨呢？我要举一个数字告诉大家。当然一开始是巴勒斯坦先动手是没有错啦哈，他们发动了这个火箭弹哈，听说打了多少？打了300多枚。啊，打了300多枚。那以色列虽然说他们有个铁穹飞弹防护网拦下90%，拦下90%也还有30枚打下去。如果从冲突到现在累积下来的话，已经有至少3700多枚，最少哈。我少记一个零，吓死了。对，也就最少都已经有3700了。那你想想看，以色列说他拦下了90%，那就表示还有200-300枚打下去嘛。是，所以当然了，你可以想见以色列人也很愤怒，因为巴勒斯坦先动手，但是另一头呢，以色列立刻进行了报复式的空袭。这空袭什么概念呢？10分钟内50次的轰炸。是，这点我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两边的军力相差很大。哈马斯的火箭弹它本身的性能、效能跟威力并不是很强大，因为它本身比较原始型的所以它的炸弹的面积跟精准度跟它的速度比较慢，所以比较容易拦截出来。对。那在这个3700多枚里面，有500多枚没有进入以色列里面，所以等于是在加沙这个地方就掉下来了。那这样我们就再扣掉1/4左右啊。那3/4呢，打进来的人里面呢，以色列如果发现它弱的地方不是在于同垦区居民点，也就是一般的这些没有人住的地方的话，以色列它就不拦了，就不拦，就让它自己掉下来。那也就是说，剩下的成功的拦截90%，那也就是说有10%里面，你要再扣掉那个落在那个他不去拦截的地方，那所以落到这个以色列的居民所居住的地方，就很有限了，所以以色列才会死伤这么的轻。对，以色列的死伤很轻，相对的就是巴勒斯坦它的这个加萨部分的这个巴勒斯坦平民百姓死伤的实在是太严重了，是很严重。我们看到，而且这次几乎是所谓的以色列的这个精准飞弹大家就不太能够理解哈。医院、学校、媒体照样炸，包括了这个美联社在内的一个这个大楼整个被炸掉。在加萨地区呢，有18家医院被炸毁。是，这里面呢最大的牺牲的惨重是当地有很多的名医疗专家也遇难哈。那么加萨有多大呢？大概相当于我们台湾的基隆吧，大概365平方公里哈。那么这边大概居住200万人啊，居住200万人，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个密度很高，飞弹掉下来，死伤真的很惨重。正因为这个巴勒斯坦的死伤惨重，所以引发了国际间的高度关注，也造成了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内呢意见非常的分歧。现在同情这个加萨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人非常的多，因为现在此刻拜登也遭受到一些压力。因为是这样子因为以色列等于是要把加萨在
打回更落后的一个时代。所以你看，它最大的一个淡水就是海水淡化厂，对，被摧毁了。是。所以它的废水、污水整个就流进市区。它这次的轰炸很清楚的是对准它的基础设施、民生设施嘛，对民不对？生设施，医院去炸学校，我觉得这个部分让大家觉得有点无法接受。而且它唯一的一个新冠病毒的检验所，就是您刚刚讲的一堆专家在那边，对，而且这些人是医生呢，是科技人员呢，他被摧毁了。所以您就可以知道，以色列的目的是要让加沙更为落后。然后它的基础设施更为差，它的人民的生活更为困难，这很明显的，它的目的在这里。这样的情形就引起了很多人道主义的关怀。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在美国的民主党内有人道主义者，但是力量还不够大。为什么？因为这个牵涉到犹太人的问题，对，牵涉到他们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美国的犹太人，以及在英国、法国、德国。他们的犹太人太有钱了，他们掌控了媒体，对，势力很庞大，娱乐圈是，珠宝圈是，司法圈，金融圈。您想想看，我讲的这5个是不是都是？对，所以很多人说哈，当然就说从以前克林顿他还坚守这个基本上是2国政策，到了这个川普以后呢，整个大翻转嘛。很多人讲说美国的以巴政策是什么？美国的以巴政策其实就是以色列政策。以色列政策，他完全去偏袒这个以色列。我这边准备了一张这个手板给大家看一下哈。大家就能够理解哈，这上面有年份哈，1946年、1947年哈、1967年，还有2010年。是47年的时候哈，联合国哈，我们看到有进行一个规划。对，这个部分呢比较深色的哈，比较深色的是巴勒斯坦的这个领土，对，白色的是以色列的领土。是，所以大家看到，本来巴勒斯坦的领土是这样，巴勒斯坦人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居住移动。好，到了1947年的时候，慢慢的缩小。好，到这边是1967年，你看到2010年，看到没有？好，巴勒斯坦人能够居住的地方只剩下这一点点，这个地方呢就是加萨走廊。是的，所以这几年哈，很多这个巴勒斯坦人讲了一句话，我听了很难过。他说：“难道我们天生就没有快乐的权利吗？啊，我们只是想要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啊。他们觉得被逼到几乎是退无可退。对。而加萨走廊这个地方呢，现在被联合国认为它是不适合居住的，非常不适合。对，因为第一个它缺水，它缺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哈。然后另外它也缺电，哎，怎么跟我们台湾有点像？他一天只供电5个小时，又被封锁，当地人失业哈。然后还有最可怕的是，因为它被轰炸过太多次，大家都知道哈，这些弹药里面很多化学原料，所以它大量的污染了这个加萨走廊这边的土地，当地的污染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你要想想看，这边还住了200万人，所以就知道其实。目前在这起冲突当中呢，虽然双方各有死伤，但是目前我看到，当然台湾很多数的舆论啊，还有包括美国的民主党内呢，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同情巴勒斯坦。现在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是在哪里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为什么会讲这个政商的政治体制，就是大家都知道，至少应该回到1967年的那个情况，就是您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因为原本这块土地没有错，在1000年以前，这块土地是以色列人的土地，以色列人就住在这个地方。可是后来以色列被灭掉了，被埃及、被奥斯陆，反正以色列后来亡国了。亡国以后，以色列人真的很悲惨的，就流离失所，然后就到处移民到很多地方去。这个地方后来是阿拉伯人进来住。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在这地方也住了800多年。我想观众朋友，您想想看，确实是以前的以色列人的土地，可是以色列国被灭，犹太人流离失所，然后那个阿拉伯人进来住，然后也住了800多年。所以您想想看，这个地方是你中有我中有你这样的一个情形了，混居。对，然后但是犹太人因为已经流离失所，所以犹太人变得很少。那到奥图曼帝国，就是第4次世界大战之前，第1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候，那奥图曼帝国就控制了这块地方，犹太人就占1%的人，他的土地是0，就是犹太人没有占有土地，他的土地占有份是0%，人口1%，
所以大部分是阿拉伯人，那也就是巴勒斯坦人。后来英国就跟巴勒斯坦就跟他讲好，说我们联合结盟，我们来推翻奥图曼帝国。那结盟了，推翻了，所以奥图曼帝国最后他撤出这个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就开始活跃。这个时候呢，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就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人口就增加到10%。对。后来英国人因为二次大战之前，很多在德国、在欧洲的犹太人可以感受到种族主义的侵略了，他们又回来了，增加到17%。犹太人跟当地的人就开始产生摩擦了，因为也就是说原来都是巴勒斯坦人，现在以色列人增加到17%，英国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做文章了，英国人就挑起他们2个人之间的矛盾。英国人擅长玩的就是这一回事，在印度挑起印度人跟巴基斯坦、孟加拉的矛盾，在中东挑起伊拉克跟科威特的矛盾，在中国挑起藏人跟汉人之间的矛盾。英国人永远在玩这一套，所以英国人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也玩这一套，就是挑起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矛盾。二次大战以后，他们让以色列建国，可是以色列土地哪里来？是就抢啊，慢慢的侵蚀，慢慢侵蚀，掠夺，所以大家才会看到刚刚那张地图嘛。但以色列也真的很强，对不对？你看到有欧美，有英国跟美国人的支持，从这里到这里也真的是是真的很厉害。这个赖老师给大家补充了一些这个背景资料但是我必须要讲，此刻呢，这个地表上的任何角落冲突都有美国的影子是。所以我们美国呢，现在每年援助以色列40亿美金啊，40亿美金啊。是。其实说实话，我自己的感觉是，拜登呢，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已经慢慢从中东转移到中国大陆转移到这印太部分。是的。所以你看到《纽约时报》就认为现在以巴打得这样，他觉得拜登其实是不太有兴趣的对，对于以巴的和平进展，他兴趣不太高，因为他的这个重心转移了。但这次呢，因为牵扯到很多这个人道团体等等的呼吁，而且这么多的妇孺死亡，身为美国老大哥，他也无法置身事外所以拜登呢，当然第一个讲了很多的外交辞令，第二个呢，他也打电话给双边的领导人，特别是纳坦雅胡，因为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特别好嘛，又给了他这么多钱，所以就希望说能够停火。所以现在美国人也在叫就说我一年给你这么多钱，你听我一次都不行吗？不行啊，完全不理会。因为你听我的，不是我听你的，为什么？因为你能当选总统或是不能当选总统，是靠我犹太人的支持但是注意到了，拜登之前还批准了出售7.35亿的精准导弹，给以色列。这个其实巴勒斯坦人对于以色列来讲，这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清楚讯号嘛。对啊，就是鼓励我嘴巴虽然讲说你们停火但是我实质上来讲，我给你更精准、更先进的武器弹药去攻打哈马斯，不是就是2手策略吗？对。但重点就在于，大家在问的是，美国为什么1个礼拜内连续3次动用否决权，然后阻止联合国安理会的联合声明？对。所以就是一手打电话叫你停火，二方面又去否决对，这个自己打自己，这个完全冲突的一些做法。是因为本来中国大陆因为它是轮值国主席嘛，那他跟挪威跟突尼西亚他们都是目前的安理会的成员国，他们就联合提案，就是以巴一定要停火，要整个要停下来。那所以要用整个联合国整个国际社会的力量，要求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哈马斯要停火。那停火的基准点是建立在哪里呢？1967年，就是您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1967年的当时的领土的疆界划分。第二个呢，就是你既然美国在川普时代，也就是特朗普时代，已经把耶路撒冷说给这个以色列作为首都，因为这是违反联合国的决议。联合国的决议是特拉维夫，不是耶路撒冷，而美国违反联合国的决议，给了以色列的时候，所以中国大陆主张，也就是跟挪威、突尼西亚的主张，东耶路撒冷就作为巴勒斯坦的首都。然后
承认巴勒斯坦它成为一个主权的国家，这样的情形，以色列就不能够随便去侵犯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国也不能随便去侵犯以色列国。那也就是领土划好了，首都也划好了，对，然后主权也划好了。这样的情形，其实绝大部分的国际社会、中东的国家都是支持的。结果美国连3次反对，是，对。那为什么？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你美国要反对？你为什么美国要反对？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的就是，拜登你能当选，你背后有金主啊；特朗普你能当选，你背后有金主啊。美国的哪一位参议员、众议员，你们在选举的时候背后没有金主呢？那有很多金主他本身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他的金主，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美国的国会、参议院、众议院跟美国的白宫或者美国的很多州的州长，他们当然他们都知道道理是什么，可是他就是不能这样做。对，另外很特别就是我们看到哈马斯哦，这个控制了这个加萨地区有200万人嘛哈。那么当然在这个西方国家的眼中呢，这200万人都是哈马斯的人肉盾牌啊。不过以色列对这个人肉盾牌呢，向来攻击也不手软。对，不手软。哈马斯是什么呢？哈马斯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政治组织哦。那么在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像美国啊、什么日本、加拿大、欧盟啊，都把它视为是定调是一个恐怖组织。是，但是认知不同，像中国大陆、土耳其、还有伊朗、俄罗斯就并不这样认为。从2007年来呢，他们就开始统治了这个加萨走廊啊，武力非常强大，战斗力非常非常的强大。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觉得，所以大家想说他们为什么要轰炸这些老弱妇孺？但是在以色列人看来，这些就是这个哈马斯的人肉盾牌，而且以色列认为加萨人人人都是哈马斯。如果秀芳，如果您用美国人的民主政治的标准，好，就说如果美国人也相信他自己的这一套民主政治，我再强调，如果美国人也相信他自己的这套民主政治，哈马斯是加萨地区的民众所选出来，而且所最支持的一个政治团体，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他是得到当地居民的直接投票的最大的支持者，所以他就跟美国可以到处世界各国去征战一样。而且在这个以色列的侵吞蚕食的领土当中，我觉得巴勒斯坦人也被逼到最后呢，其实是同意以暴制暴。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但重点就在于说，要玩到什么时候？因为死的都是无辜的百姓，军人死亡的反而很少。大部分死亡的都是手无寸铁之力的这些可怜的老百姓。所以在此刻这个人类跟病毒的战争啊，方兴未艾的同时，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花点时间哈，去关心中东的这个角落哈。加萨走廊并不大，就是小小一块，但这里挤了200万人，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哦，随时要面对这个炮火的攻击，而且呢，在当地很特别，当地几乎没有什么防空洞啊，没有，而且他们空袭前也没有警报，他们几乎是没有警报。他们本身因为被以色列长期封锁10几年，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对外做贸易。第二个，他们没有办法进行远洋的捕鱼，他们甚至连在近海捕鱼都受到干扰。以色列最近炸了几艘船嘛，说那个船是上面是有武装分子。对，然后跟周边的国家，例如说跟埃及，它也很难做贸易。跟以色列也很难做贸易，所以这个地方来讲，已经是世界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了。将近50%的人是陷入失业的状态。所以您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人真的过得很悲惨的。